有缘人。我们在家过日子，离不开柴米油盐，离不开赚钱谋生，因为金钱是这个世界通行的交换媒介。有句话说得好，钱不是万能的，但没有钱却万万不能。年轻的时候，长辈总教导我们，出门在外要行善积德，因为一分钱难倒英雄汉。这话没错，红尘世间10之89的烦恼都和金钱脱不了关系。许多人一辈子为财富奔波，吃了不少苦头，却未必能赚到理想的财富。于是很多人把生活的苦楚归咎于缺钱，觉得有钱就没烦恼了。但各位，钱真的是这么回事吗？其实金钱也是一种能量，一种灵性的存在。我们常听人说金钱是万恶之源，但事实上钱本身没有善恶之分，关键在于我们如何使用它。金钱不是凭空来的，也不会无端消失，它是我们内心富足与否的反应。世界上从来不缺金钱，缺的是我们内心的丰盈。大家应该听过君子以厚德载物这句话，这里的德指的就是能量，是我们内在的福气，而财富则是外在的呈现。当一个人的内在强大，能量充沛，财富自然会随之而来。相反，当内在能量不足，财富也会流失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说德不配位，必有灾殃。物质上的财富包括名利、金钱、房产、子孙、家庭，这些都是外在的得到。但人得到越多，内心修炼就越重要，否则财富与福报无法匹配，就容易失衡。所以不管我们手上有多少钱，都要明白一个道理，真正的富足不是银行存款的数字，而是我们内心的满足与安定。每个人内心深处其实早已拥有一切，包括健康、快乐、财富以及所有需要的资源。金钱是流动的能量，从外在进入我们的生活，也从我们的内心释放到世界。金钱的流动和我们的心念息息相关。如果我们赚了钱却不敢花，身体就会出问题；如果我们赚了钱却不知道怎么花，钱也会越来越少。钱就像水，要流动起来才有生机。如果我们只是拼命存钱，却不懂得如何让它正向流动，那财富终究难以长久。当我们愿意用钱去做正向的事情，比如帮助他人、行善积德，钱才会源源不断地回到我们身边。许多人年轻时只顾着赚钱，但赚到了钱，却没有让内心得到真正的满足。钱多不一定快乐，钱少也未必痛苦。当我们一直认为只要有钱就没烦恼，等到真正赚到钱，却发现烦恼依旧，那才是值得反思的时刻。各位朋友，钱其实是这个世界上最有灵性的东西，你越懂它，它越愿意亲近你。从佛家的角度来看，赚钱是一种修行；从灵性的角度来说，金钱是一种爱的能量，你帮助多少人，就能承载多少金钱的回报。而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来看，厚德才能载物，你的德行与命理决定了你能够承接多少财富。所以与其一味追逐金钱，不如回过头来
提升自己的内在能量，让心灵充满富足与喜悦。当我们的内在圆满了，外在的财富才会源源不断地流向我们的人生。有人说，钱就是道，这话怎么讲呢？道德经里说，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。这世间的一切都是从道而来。谁能真正掌握这个看不见、摸不着的道，谁就能拥有一切。这世界上有两样东西最接近道的特性，一个是水，另一个就是钱。在五行之中，水代表财，这不是迷信，而是因为水与钱有着相似的特性，都符合道的规律。道德经说，上善若水，水利万物而不争，水默默滋润万物，却不与万物争高下。水在哪里都能适应环境，它遇气成形，流向低处，滋养万物。钱也是如此，它从一个地方流向另一个地方，从一个口袋进入另一个口袋，从来不会执着于谁拥有它。那么，钱会流向哪里呢？它会流向最需要的地方，最能让它发挥作用的地方。这就像水总是流向低洼之处，钱也会流向那些真正懂它、珍惜它，并且能让它发挥最大价值的人。我们常常有这样的经验，当我们一心想赚钱时，反而赚不到，但当我们专注于做事、解决问题，钱却自然而然地来了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钱与道是一体的，真正的财富不是靠急功近利得来的，而是靠遵循道的规律。很多人以为生活中的困难都是因为缺钱造成的，但其实一个人缺多少钱，就缺多少道。钱是显在的，行于明处，而道是隐藏的，藏于暗处。要想真正掌握财富，就必须先明白道的法则。很多人抱怨自己没钱，却从不思考为什么没钱。其实，贫困往往不是因为没钱，而是因为对道的认知不够。我们只关注眼前的金钱，却忽略了金钱背后的道、规律、趋势、价值、包容、开放、大爱。就像老祖宗说的，孤阴不生，独阳不长。如果只盯着钱，而不去提升自己，理解到，那就像在没有鱼的树上抓鱼，根本抓不到。要让钱来找我们，必须先懂得道。钱的背后是产品与服务，把产品与服务做到极致，钱自然就来了。而产品与服务的核心是人心。社会怎么变，人心不变，而人心的本质就是道。历史上有一个人深谙此道，他就是商圣范蠡。他曾是越王勾践的谋士，后来师从老子的徒弟季然，彻底明白了财富的规律。他舍弃仕途，转而经商，短短几年就成为巨富。然而他并不敛财，而是多次散尽家财，救济百姓，然后重新创业，再次致富，前后3次。这样的智慧让他被后世奉为商业圣人。为什么他能做到这一点？因为他不只看钱，而是看透了钱背后的道。各位朋友，与其焦虑没钱，不如去学习财富的法则；与其急着赚钱，
不如把自己的产品、服务、人品、格局做好。当你真正明白到，钱自然而然就来了。所以，与其求钱，不如先求道。为什么大多数人都不适合发大财？钱当然是好东西，能让生活变得更轻松、更精彩。但问题是，钱带来的反噬力更强。如果一个人没有足够的德行、智慧，或是没有做出真正的贡献，根本扛不住这股力量。看看我们身边的人就知道了，很多人一旦赚到一定程度的钱，就开始飘了。他们变得骄傲自大，挥霍无度，甚至无视规则，践踏道德，最后搞得人财两空。其实，每个人的财富都有一个极限值。当一个人的本性被金钱放大，暴露出贪婪、自私或傲慢时，这就是他的财富上限，再多的钱也留不住，甚至会变成灾难。钱就像水，人就像船，水能载舟，也能覆舟。唯有厚德载物，才能让财富真正稳稳地留在你手上。说到底，钱是一种能量。真正能驾驭财富的人，不是靠运气或投机，而是从内在开始提升自己。当你的格局够大，品行够稳，金钱自然会愿意停留在你身边。有缘人，下面我要教给你20个开启金钱能量的方法。如果你能掌握这些方法，就像打开了一扇财富之门，让金钱的能量源源不绝地流向你，让你余生都活在丰盛之中。1. 设立一个实际的愿景。每个成功的人心中都有一个清晰的愿景，这个愿景不能只是空想，而是要符合现实，能够脚踏实地去实现。2. 调整你与父母的关系。和父母的关系深深影响着你的财富流动。若你对父母心存怨怼，容易陷入财务困境，或缺乏赚钱的动力。若曾伤害父母，你的财运可能受到极大限制。和父亲的关系不好，资金流动容易卡住，甚至容易负债。和母亲的关系不好，则会遇到重重阻碍，财富难以顺利进来。3. 调整与伴侣的关系。伴侣的能量影响着你的财富层次，特别是男性。女人如水，而水代表财运。妻子是家庭财库，若家中不安，外财难进。经营好感情，家庭和谐，财运自然稳定流入。4. 远离负面语言，创造财富的好磁场。财富就像女神，需要尊重和敬畏。如果你总是在家里或工作场所说负面的话，争吵不断，那么财富能量自然无法停留。多使用积极正面的语言，如我想要，我一定能做到，而不是这不可能。家中与工作环境应保持和谐，避免怨言与诅咒语言。5. 保持住家和办公空间的整洁。财富喜欢高频率、干净的地方。当你的家和办公室整洁明亮，气场也会变得轻盈，你的心情会更好，思路更清晰，财运也会更顺畅。6. 尊重金钱，让它愿意留下。钱也是有灵性的，就像朋友一样，越爱惜它，它越愿意亲近你。不要乱丢钱，乱花钱，要有管理金钱的意识。
爱惜金钱，把它当作你的伙伴，而不是敌人。7. 建立正确的财富信念。每个人对金钱的观念都源自童年时的经历与父母的影响。若你内心深处觉得钱很脏，有钱人都很贪婪，这种负面信念会无意识地阻碍你的财富流动。你要重新塑造一个积极的金钱信念，钱是中性的，它能让好人做更多好事。8. 内在诚实，清楚自己的财富动机。想要财富，先问问自己，你的动机是什么？是单纯的追求自由，还是来自内在的匮乏感？你的欲望背后是否藏着贪婪、比较、嫉妒或野心？当你的内心足够稳定，不被欲望操控，真正的财富才会流向你。9. 懂得感恩，让财富愿意靠近你。感恩是一种强大的能量，它能让你的心态从匮乏模式转变为丰盛模式。感谢曾经帮助过你的人，感谢你拥有的一切。当你越能看到生活中的美好，财富就越容易来到你身边。10. 与内在真我达成财富共识。真正的财富来自于累积的善业。你可以与自己的内在做一个约定，发愿将一部分财富用来帮助别人。当你的善行累积，财富流动也会更加顺畅。许愿后，当愿望实现时，记得还愿，这是一种宇宙间的能量交换法则。11. 感恩祖先，财运自来。你拥有的身体、名字、才华、财富，某种程度上都来自祖先的累积。如果我们遗忘了他们，甚至对祖先缺乏尊重，他们的庇佑也会随之减弱。心里要给祖先留个重要的位置，事事供奉、感谢，这不仅是孝道，也是在为自己铺设顺遂的财运之路。12. 让别人赚钱，财富才能流动。先舍才能得，这是财富流动的基本原则。买东西时，不要一味压低价格，让对方也能有合理的利润，这样财富才会回到你手上。还有，能还债的时候，主动归还，而不是等人来讨。这不只是信用问题，更是你与金钱的能量关系。13. 贪小便宜，吃大亏。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，拿了不该拿的，迟早要以某种方式还回去，甚至是加倍奉还。业力法则运作得很公平，该得的自然会来，不该得的最好别伸手。14. 慷慨付出，坦然接受。很多人愿意付出，却不敢接受。记住，宇宙的能量是流动的，接受与给予应该是平衡的。当你能大方给予，你也要能够坦然地接收财富，这样财运才能持续循环。15. 每个人都是你的财神，即使你付钱给别人，也要心怀感激，因为对方提供的商品或服务让你的生活更便利。学会对提供服务的人说谢谢你，这份感恩心态会让你未来的财富磁场更加强大。16. 把内在的匮乏交给神。如果你常常为金钱焦虑，那就试着把这份匮乏感交给神，并对他说，我交托给你，我拥有财务自由，最重要的是，你必须真正信任
这股宇宙的力量。如果一边想致富，一边又害怕没钱，那钱怎么可能来呢？17. 用富人的方式说话。你的语言反映了你的财富状态。如果你常说赚钱好难，我总是没钱，那么宇宙就会照着你的话来运作，让你真的一直缺钱。试着改变说法，比如钱总是源源不绝地流向我。18. 需要才拥有，而非为了拥有而拥有。当别人送你礼物，你明明不喜欢或不需要，却因为免费的就收下来，这其实是一种匮乏感。你拥有的东西应该能真正发挥价值，而不是无谓的占据空间。19. 喜欢囤积，其实是害怕失去。看到特价就忍不住买，原本只需要一件，却怕不够用而多买几个，这并不是富有的表现，而是内心的焦虑在作祟。真正的富足来自于我拥有的刚刚好，且足够支撑我的生活。20. 盲目比较，只会让自己更穷。别人买 iPhone， 我也要有；别人背 LV， 我怎么能少？这种别人有我也要有的心态，本质上是自卑感作祟。真正的富足，不是靠外在物质撑场面，而是内在的稳定与自信。这20条法则，说到底就是改变自己的金钱能量场。当你开始尊重金钱，感恩一切，正向思考，懂得分享，你的财运自然会越来越旺。好了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，还没有订阅这个频道的，请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，并在评论区留言一句开启我的金钱能量，与我建立连结，随缘加入，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功德无量。